是这样，昨天夜里，大龙山派出所的一个片警，看见省厅的一辆车从大龙山废弃拆车厂出来，估计蔡成功就在这辆车上。估计？哼，这事儿是估计的吗？毕竟呢，没人亲眼看见蔡成功在车里，所以我只好估计了。市委李书记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很生气，一定让我亲自向齐厅长汇报。公安，你这是向我来汇报工作吗？嗯，你是带着达康书记的命令到我这儿要人来的吧？齐厅长，看你说的，我哪敢跟你要人呢？毕竟呢，李书记是我领导，你也是我领导。咱省厅要真把蔡成功抓了，也没什么的，只要让我呢回去能有个交代。那好，我马上给你个交代。那刘处长，你马上帮我查一下，昨天晚上是咱们省厅的哪一个部门从大龙山废旧拆车厂把蔡成功给抓走了？对，就是大工厂那个蔡老板。据市局一位负责的同志估计说，是咱们省厅的车把人带走的。你调查清楚以后，马上向我汇报。好。齐厅长，要这么说，咱省厅还真没抓他呀。那深更半夜的，咱省厅的车跑到废旧拆车厂干嘛去了？我说东来，你这个话里话外没完了是吧？我一个省厅的厅长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达康书记满意呢？那我就跟李书记这么汇报啊。昨天夜里，咱省厅的一辆警车到大龙山废弃拆车厂去买零件、维修车辆，去巡逻。随便你怎么说，惹出麻烦，那你自己负责任。话虽这么说，但祁同伟有些后悔了。听高玉良的话，帮侯亮平保护蔡成功，就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的节奏。省委研究干部人事的常委会今天就要开了，实在没必要在这时得罪一位省委常委。亮平同志，常明同志，我们省委对你们检察院有几个要求啊？好。第一是，苍蝇虽然小，但是恶心人呐，还传播病害，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也是没有的。对，就按我的做。是，现在马上。好。达康书记，好了，马上去。怎么了？玉良书记，您是负责政法的，您给我评评这个理呀。大风厂厂长蔡成功涉嫌犯罪，一把大火，30多人受伤，严重的事故。公安局现在找不着他，有人把他藏起来了。你是说咱们省厅的齐厅长？看来玉良书记是知情人呐，多少了解一点。管政法嘛，116大火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了解，那不成问题了。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蔡成功跟116大火没多大关系。失火之前他就被员工打伤，住进了医院。好。即便他跟这场大火没有关系，他跟丁义珍有没有关系？他是不是给丁义珍行过贿？即便行贿，也得由检察院反贪局查嘛。据我所知，检察院反贪局还真想好好查一查这个蔡成功呢。玉良书记，你和政法委是不是跟检察院下了指示？检察院有自己的工作体系，他们依法行使检察权。我跟省委怎么能随便干涉呢？你说是不是啊？玉良书记，先不说了，咱们先开会，走。注重抓现行犯罪，比如像丁义珍那样18大以后都不收手的家伙，要坚决抓。还有，也不要放过历史问题。那些腐败掉了的干部，
只要证据确凿，也要依法处理，没有什么安全着陆之说。咱不管他是哪个团伙、哪个山头的。好了，我得开会去了，今天就到这儿。张书记，我代表检察院也向省委表个态，以后我们的检察工作和反腐工作中，我们坚决落实省委和您的指示精神。好吗？哦，已经派车去接了。接来之后，到休息室让他休息吧。好，书记。大康书记，别激动嘛，我激动了吗？谁激动了啊？开会。李队长，请你多给我点理解好不好？说1000到1万，咱们都是替市委李书记打工。我们是替人民打工，李书记也不除外。对，咱们都替人民打工。你当警察，我搞拆迁，咱们都是替人民服务。所以啊，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哟，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这煮豆燃豆萁你都知道。现在啊，不用豆萁了，得烧天然气，要不然这一大锅豆子不得烧大半天呢？还是李队长啊，您有学问。你们拆迁呢，不是耍流氓，一定要文明拆迁。对呀，我们公司就是文明拆迁单位啊。你们还文明呢？这2年拆迁，你们什么手段没用过？一本36计都快被你们翻烂了吧？好好反省反省。诸位同志，咱们开会。为了开好今天这个常委会啊，我做了些准备，到下面跑了一跑，做了些调研。调研结束，又碰上了这个116事件。我们汉东省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一起群体事件的直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我是觉得脸上无光，挺丢人的。瑞金书记，我们荆州市委市政府应该向您，还有省政府做检讨。达康同志，你先别急于忙着检讨，啊。这个事件不简单呐，我了解了一下，有个初步判断，它既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也不是单纯的经济纠纷，是由干部腐败引发的一起恶性的暴力事件。我们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最高检反贪总局的同志，在北京一个叫赵德汉的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的现金，涉及到我们原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这个已经逃掉了的丁义珍，那么又贪了多少呢？跟他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呢？不来贪赃，哪儿来的王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116事件，大风厂起火，烧伤了38人，其中还有2名重伤。这些都要坚决地查清楚，要给大风厂员工、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牵扯到谁，不管牵扯到哪一级的干部。季检察长啊，刚才沙书记说团伙山头什么意思？哈，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吧。近几年啊，咱们汉东干部队伍变得是有些复杂，你团我一伙的现象确实存在。那您是哪团哪伙的？我呀，没团没伙，挺好。所以呢，
也没谁把我当回事儿。好啊，那要不咱俩一伙吧？你，亮平，你可是带着胎记来的呀，你属于汉大帮。我刚到汉东就成汉大帮了。嗯，你是不是毕业于汉大政法系的？啊，高玉良书记是不是你过去的老师啊？我、陈海、祁同伟都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的，高玉良还是我们系主任呢。所以嘛，我跟你说个实情啊，咱们汉东政法口各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来自于你们汉东大学政法系。哟，我们汉东大学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呀！其他大学、其他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绝对没有你们汉大政法系毕业的学生吃得开呀。所以啊，就有些闲话传出来了，说是当年蒋介石啊办了个黄埔，搞出了一个黄埔系，高玉良书记呢带出了一个汉大帮。这么说，我得赶紧去我老师那儿拜拜码头了。拜不拜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还有一伙呢，叫什么秘书帮，以李达康为首，因为李达康当年当过咱们省的老书记赵立春的秘书。我在北京听说，赵立春书记向中央推荐的是高玉良啊，没推荐过李达康啊。这说法我也听说了，可现在呢，沙瑞金书记来，所以说呀，以后我再跟你说。真是没想到，汉东情况这么复杂。是有点复杂，但你也不要害怕呀，你就当是走进了一场暴风雨吧。您和陈海不是早就在暴风雨里头了？我老了，还有1年就要退下来了。可陈海出了这事，季检察长，您是一点都不老，就算真老了，意志也不能衰退嘛。我当年可就是您的兵啊。对，老了意志也不能衰退。对，不对？当年我在公诉处，你在经侦处，你不是我的兵，不是亲兵也是兵。我这回可是为了您来冲锋陷阵的。你这孙猴子呀，离开10几年了，看看我还能不能领导得了你。猴头能耐再大，也逃不出如来的掌心。我这回啊，又落你手里了。走。傅亮平啊，这些你先拿回去看看，研究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及时和我通气。好吧。你这次来呀，太突然了，让我和院里啊有点措手不及啊。你就先将就吧，住在咱们检察院自己的招待所里，就在楼上，我陪你看看去。不用看了，我就一个人，住哪儿都行。还是办案吧。办案？对啊，我马上要约见一位重要的举报人，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我们汉东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从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这片土地是浸染了无数革命烈士鲜血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汉东也和全国其他省区一样，经济上突飞猛进，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依我看来，现在的汉东比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也差不了多少，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哎呀，亮平啊，怪不得人家都叫你孙猴子，你还真是个孙猴啊！你看你进了门连坐都没坐就要办案，你怎么办案？提人呗，这位举报人已经让祁同伟厅长保护起来了，我让他们送过来问问。哼，季检察长，您可对我得多点支持啊！哼，我再支持你，也要等到省委对你任命的正式文件下达吧。我跟你讲，如果没有咱们省委对你任命的正式文件，你还不算我们汉东省反贪局局长，你不能办案。我和省委沙书记都谈过话了，您也在场的。沙书记和你谈话怎么了？其他副书记呢？谁知道？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嘛，你着什么急呀？去，跟我一道看看招待所给你留的房间是个套间，设备不错。我让办。上次就是走程序，让那丁义珍都跑了。侯亮平，你什么意思？你是真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啊？
啊？季检察长，我这不是着急吗？陈海躺在那儿，蔡成功的举报对象涉及到汉东省委班子一个重要领导的老婆。这蔡成功要是被人搞死了，我可真得悔恨一辈子。案件的重要性我比你清楚啊。你说你这么一来就这么急，好吧，要不然这样，我先带你到反贪局和同事们见个面，认识认识。好吧，马上要打仗了，我总不能光赶一个吧。不过我要提醒你，正式任命没下达，陈海目前又是这个状况，他们未必听你的。可他们都听您的是吧？您就跟他们说任命马上到呗。哼。喂，老林嘛，啊，请你通知一下反贪局科以上干部在会议室集中。好，走吧，孙猴子。成就很大，但是问题也不少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坦率地说，我们一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国民的素质了。这些干部严重的脱离群众，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群众不答应。你们别用这种吃惊的眼光看着我，这是我这次下去调研时发现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由这些脱离群众、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去领导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区，会是什么样呢？这些部门、这些地区能搞好吗？群众能不骂我们吗？所以我们说，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群众，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教育我们干部。因此，重温一下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很有必要。陈老，听说啊，您那儿最近是门庭若市，很多人都往你那儿跑啊。有的同志啊，鼻子好使，闻到味儿了。看来啊，他们都知道沙书记的大伯是您的入党介绍人。肯定知道，这情报快着。哎，好的。陈老，到您登场了。哎，走，来，哎呦，哎，等等。走。今天我们的常委会只扩大到一个人，一个老同志，老革命。我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历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大名叫陈岩石，离休前是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有些人不喜欢他，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是人民群众喜欢他呀，有困难就找他。百姓把他那儿称为第二人民检察院。那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岩石同志。老林，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啊？哎呦，李站长，李支长，同志呢？手上都有案子，没来的都出去办案了。哦，哎，你们几个都过来一下。过来，都过来。好了，现在由季检察长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儿，大家鼓掌。哎，这么几个人别欢迎了。我宣布一个任命啊，鉴于陈海局长目前的身体情况，经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推荐，并经中共汉东省委研究决定，任命侯亮平同志为汉东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大家表示欢迎吧。检察长，那陈海呢？啊，陈海重伤，不能工作，但党组决定职务保留。啊，梁平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副局长吕梁同志，这位是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同志。美女侦查处长，咱们应该见过的。见过什么？什么美女不美女？严肃点。好，严肃点。检察长啊，能不能把侯亮平同志的任职文件给大家宣布一下？哦，这样啊，任命文件很快就会下达的。省委沙尔金书记已经代表省委和侯亮平同志谈过话了。亮平同志有要案要办，所以就特事特办吧。侯亮平同志，你可以把案情跟大家介绍了。我跟老林呢还有个会要参加，先走一步。大家可以开始工作了啊。嗯，好，你开始吧。好，行，大家去忙吧。各位领导，好久不见了。今天沙书记给我这么机会，跟大家见见面，我非常高兴。沙书记说让我跟大家讲点什么，我说我讲什么呢？他说呀，你就讲讲你为啥入党，咋入的党。他这一提示我呢，好多事情就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了。我入党是队伍要打云城的时候，我们团长做战前动员，说不是共产党员就没有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同志们啊，那个时候啊，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呐。我为了争取到这个特权，就在队伍到达云城郊外大芥子山的时候，我入的党。那个时候小，15岁。为了入党呢，我虚报了2岁。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沙振江，我们尖刀班的班长。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入党的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5年6月8号，第2天就要攻打云城。那是我们以师为单位，和日伪进行的最后一次决战。跟着我冲！一定要把小鬼的碉堡炸掉！如果我击了，我后面的人就是你们的目标。太阳哥，好，班长，到时候你就做代理班长，带领大家进行战斗。大家都明白了吗？明白。
生死的时刻中啊，离城门60-70米的地方，我们5个尖刀班的战士倒下了，其中就有我的入党介绍人沙振江，身上打了6个窟窿啊，跟筛子似的。后来我就代理了班长，扛着炸药包继续往前冲。报告团长，剑道班代理班长陈安石报告，剑道班16人参战，牺牲9人，负伤7人，9具遗体已经撤出战场。下来呀，我们16个箭头班的战士牺牲了9个，7个负了伤，而顺子牺牲的时候才15岁呀。
入党只有1天。我不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没有只有1天党龄的党员？但是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的这样同志，不止1个呀。那些扛着炸药包的共产党员，他们用生命、鲜血实现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前2天，沙书记问我，说你虚报2岁入了党，拿到了那个特权，却失去了晋级副部级的机会，你后悔不后悔？我说我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呀。我想想二顺子，想想我的入党介绍人。沙振江，还有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活得够幸福的。真的，我活得够幸福的了。所以后来，咱们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让沙书记代表组织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说道啥歉？有啥歉可道的？我当年不就是个背着炸药包吗？我现在就应该向组织伸手要官吗？何况背炸药包是我们党员那时候才有的特权啊，是我自己争取到的呀。当我虚报岁数入了党，拿到这个特权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也更没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为我一生能拿到这个特权骄傲。大家好像不太欢迎我吧？怎么着，还得给你开欢迎会啊？自打陈局长倒下之后，我们就比原来更忙了。不知道您大驾光临啊？胡局长，欢迎不欢迎？你不是都来了吗？啊？对啊，都来了。那来了就办案吧。我先来说说这个案子。这是陈局长倒下之前没有办完的案子，我们现在就接着办这个。对不起，你们慢慢谈案子吧，我先走一步了。哎，等等，吕副局长，你要去哪儿啊？我这儿还都指望你。哎，别，侯局长，你千万别指望我，我这个人啊靠不住，没准哪一天就倒下了。那你要去哪儿，总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吧？说法当然有了。你来了，我终于可以去医院住院治病了。治病？哎，
那治病之前，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下情况？情况同志们都了解，你跟他们聊吧。告辞了。哎。战争年代，我们党员同志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争的是什么？是共产党员的特权。可今天，我们有的党员同志争的是什么？是钱和权，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都弄来了，把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搞得是乌烟瘴气。我举个例子说明。由于父一辈的关系，我管陈老叫陈叔叔。有人知道我到汉东任职来了，陈老可就沾光了。他们听说陈老离休以后喜欢养花养鸟，就一个劲儿的往这儿送啊。光小鸟都送了几十只，弄得陈老那儿是莺歌燕舞没法弄，还得赔鸟食钱。这要是陈老喜欢宠物怎么办？那估计老虎、豹子，甚至熊猫都得往那儿送了。这是什么风气呀？还有谁要走啊？要走就走，有病治病，有伤养伤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都不走是吧？那看来在座的几位身体都算健康。不太健康，大多数都是带病坚持工作。哟，这是谁啊？自报家门。我林华华，咱们可是认识的。是认识啊，我是亲眼看见你怎么欺负我们陈局长的。我这不是来替你们陈局长还债了吗？胡局长，你喝口水润润嗓子，我听你嗓子都哑了。就是，下飞机到现在啊，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呢。这可是今年的新茶。哟，这1月份也有新茶呀？那也是今年最新的。各位同志啊，别太兴奋。别说他只是一个代局长，就算是任命文件下来了，我们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啊，革命如拼命，干了反贪，日夜加班。别以为新局长来了就不用加班，你问问他，可能吗？我就是不加班。我告诉你们啊，我最讨厌的就是加班。胡局长万岁！万什么岁啊？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哎，我说陆处长啊，看来我还真得给你多准备几双小鞋了。好啊，我这个人脚大，撑破小鞋无数。我们有的同志级别已经不低了，还想更进一步。他是管科技干部的，在科技局当了6年的局长，又当了5年的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我们的科学院院士，他大都不认识，人家跟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你是哪个单位的。可对于稍有姿色的女干部，他是个个熟悉，连那些在偏远山区工作的女干部，他都能叫出人家的乳名儿。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邵书记，你说这干部我也听说过，一到晚上就拉扯一帮女干部出去喝酒，只要一喝，一定喝到1、2个，影响非常不好。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他们副部级职务吗？不可能，这把我们省委当成什么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现在开始犯案。美女处长，啊，陆处长，
一会儿你带几位同志去省公安厅招待所找重要举报人蔡成功。侯代局长，你这作风很深入嘛啊！刚来汉东，屁股都没坐稳呢，就要冲到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去了？你什么意思？夸你呢。好，我接受你的夸奖。侯局长，您是局长，不用您亲自去，我们去带人就行。是吗？啊，我都是让你们给气糊涂了，谁都别去了啊！我打电话让他们把人送过来。哼，哈哈。陆处长，你笑起来可比哭好看。你见我哭过了？总有一天让你哭的。谁哭还不一定呢。于是